阿弥陀佛，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呢，能够在这个线上和各位来做一些分享。今天呢，我想要和各位分享探讨的主题是如何依止上师，以及抉择上师的重要性。现在有非常多的佛教徒对于依止上师以及抉择上师这个部分呢，些许还有一些的疑惑，所以我想透由这个平台和各位做一个交流。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要和各位来做这个部分的阐述啊。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呢，总是有一个生身父母嘛，有爸爸妈妈生下了我们。这个生身父母和我们的缘呢，是这个叫做过去生的因缘业力所产生的。上师、师长或是师父引导我们学习佛法，以及对人生真理的探求的这个佛道的这个部分呢，也像是我们的慧命的生身父母。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我们是要投生在哪一个家庭，是怎么样的父母亲嘛，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每个人能够做选择的。但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师长、一位师父，或是一位上师，那这个是必须要靠我们这个时候现在必须要去多听闻、多了解，才能够如法如理的去寻找所谓的上师啊。所以刚刚我讲了，我们这个我们不能说去找寻一个师长，就是好像今天是我的一个朋友，还是我的有因缘的人我就跟着他或者是说今天看到这一位师父好像很多人去追随他，和他学习，那我就一面的盲从的去跟随他，这也是有一些缺憾的。因为要知道我们在寻找的当中呢，我们必须依循着佛陀所告诉我们在经典里面的一些，它有一个标准跟界定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为什么呢？就是想要能够透彻了解我们得到暇满人生，在此生呢，我们不受到任何的业力的羁绊，能够积累资粮，终究能够解脱六道轮回，然后呢，能够最终达到佛果的究竟，为的就是要利益一切的众生那当然，在儒家我们也说了，师者是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者呢，就像一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来说好了老师只是教我们可能是一些知识，可能是一些我们学术上或是技能上的这些都可以称说是我们的老师，或是就是师长吧。那他们呢都有这个必须要有传道，就是传授这个道理，然后把这个基本的技能、特殊的技能传授给我们同时呢还要解惑。那更不要说是在我们学习佛法呢不是只是在一般世间，而是出世间，我们要去寻找一个真正的老师、师父或是上师，能够带领我们就是脱离这个六道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其实现在佛教来说呢，在很多人看来，其实就像一个超市
那我们每个人呢，带着不同的一个习气、习惯喜好，去挑选我们想要买的物品。所以呢，有时候这些师父呢，或是上师，就像在这个超市上面的物品一样那我们去到呢，总是会想要去挑我们喜欢吃的，或是用的很上手的我是用这比较大白话去做一个推类啦。但是呢，真正的引领我们的师长呢，他必须首先要契这个理跟契机。首先契理，这个理是我们依循着佛陀告诉我们，在这个很多的经典例如说呢，在《菩提灯道论》的阿底峡尊者所著的论，以及《菩提道次第广论》是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论当中呢，首先都以亲近善事就是亲近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指的就是以引领我们学习佛法的师长这是首要之法。那莲师呢，就是莲花生大士也曾经这么说，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观察，随意的去拜师，就如同吞毒药一般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理解到，在这样子的一个蓝人茫海当中，我们要依循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标的界定，来寻找我们可以引领我们解脱生死轮回证悟真理的这个师长，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首先呢，我想要大概的说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对于寻找师父或是师长，我们以大乘来说好了，很多人呢，像我自己本身，我从小我的妈妈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她很小就带我去皈依一位师父了。之后呢大概过了我10多岁的时候，我又皈依了一位师父。这在汉传显宗来讲呢，就是有很多人都有跟我一样类似的经验，有很多的皈依师父，甚至有些人呢，他还会希望去找一个很有名的师父去做皈依好像就觉得拿到一个保险单这样子。这也不是说有什么过失，只是说我们只是在这个当中寻找师长呢，引领我们学习的师父呢，我们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其实我们应该呢，就是一旦认定了师长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谦下自己，好好的跟师父学习教理所以首先我要先提一下，就是寻师3过第一个过失就是盲从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今天这个师父好像很有名，好多人去皈依他，很多人去追随他，那我就应该去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在一个超市里面，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你会想要怎么样的，不一定是别人想要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有一个依据的理路呢，去做一个依循，去做一个评断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刚我说契理嘛，这个理呢是依照佛理论点的这个理路那我待会会再提到一个论那再来呢，契机，这个契机是对我们自己而言例如说我今天呢，我觉得呢，我是发心，我是属于我只想要先自立那你可能就是比较属于想要先自修或者说你不是想要去做很多这个利益这个人群的这种佛法的事业的人呢，他就可能会比较偏向于是在这种自我的修行的这个
我不能说它是属于小乘啦哈，但是呢，就是说他因个人不同的发心，有些人的发心，他学佛，他是想要了脱生死，先把自己的这个生死的问题先治疗之后呢，然后呢才发心去利益众生。那有些人的这个学习佛法的动机是，一开始呢就是发菩提心，先想要去利益他人。那这种呢，就是比较属于是学习大乘的哈，所以在大乘的话呢，它也是有一些这个经论的依据来教导我们如何去如理如法的去抉择我们所谓的师长或上师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佛教来讲呢，我们有大乘、小乘以及金刚乘嘛。所以在大乘来讲呢，多半很多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法，比较着重于在这个在社会的事业啊、帮助人群啊，这相关的我们叫人天乘。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小乘的呢，主要是自我了脱的自我解脱的这个法类。再来呢就是金刚乘，金刚乘又有别于这个大乘的这个部分。那这个之后我们可以慢慢再去做研讨。那所以呢我们在依循一个师长或是上师呢，他是首宗法要之宗，就是所有最重要的精髓。因为你一旦你没有好好的去如理如法的抉择一位上师的话，你就迷迷糊糊或者说不太清楚的就去学了他，去追随了他，可能他上去你会上去，但他下去你是必定会下去的哈。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所以不管是我们历代的祖师大德们，以及现在所有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德法师们，对于这个皈依依止师父师长都是非常非常的谨慎而严的那在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在藏传的唐卡当中呢，他们在画这个千手观音跟四臂观音这个唐卡一幅你看到那观音菩萨呢，他那个额头上有个这个叫璎珞庄严呢，它就是顶戴的是什么？阿弥陀佛。因为观音菩萨他的上师，他的师父是谁啊？就是阿弥陀佛那弥勒菩萨的唐卡当中呢，你也可以去仔细的去看。弥勒菩萨上面呢，它的顶檐呢是一个佛塔。那这个佛塔所代表的呢，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以总是在你纵观这些我们这些圣贤菩萨诸佛菩萨们，他们都有他们所引领他正道的师长以及上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暇满人生人生难得嘛，我们此生能够得到这个人生宝是非常稀有难得的。那我们更不能够浪费太多的时间今天我可能去迷迷糊糊的，或者说因为朋友的关系，我就去学了，跟一个师长学了，结果学了没多久，又觉得不对了，不对自己位，或不对自己的种种，又转而又再去找寻另外一个师长。如果这当中的过程当中，不是碰到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旁门邪师，那还好；如果是碰到这种的话，那就是非常的危险了那可能是会断送了我们生生世世的慧命。现在我们说我们一辈子生下来，可能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亲嘛，对不对？那一辈子的时间不过就是长呢，就是80-90，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如理如法的去抉择我们要学法的上师的话呢，那可能呢，终究是生生世世的痛苦深渊了。所以呢，
在此呢，因为我今天呢，我想就是大概的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必须首要的，刚刚我们要避开有哪3个过失？第一个是盲从啊，第二个呢就是好像追逐明星的一个心态去来追随一个师父或是上师，人家觉得说这个他很厉害，他灌了很多顶，那我也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适合，或者是各方面的种种也跟着去了啊。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子的。那再来呢，真正依止了之后，第3个过失是什么？观察师父的过失啊，观师过，这就是3个不可要去做的事情，很重要。那在那个《菩提道支理广论》就有说嘛，观师过就是己过如山，己不见；师过秋毫，亦明察。法不相应，实有耻。勤加忏悔，常忆念啊。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为什么修行不得力、不得道啊？不是师父的问题，因为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真正认真的引请一个师父入门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呢，在此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观察上师。在藏传的密续经典当中呢，他说我们要去追随皈依依止一位上师或师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观察他6年的时间，而这位师长他也要观察我们是不是根器，也需要6年的时间。但是现在的时间，恐怕我想没有办法有人有这么长的时间6年去观察彼此吧。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就会变成有很多的盲点啊。总的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非常注意了解的部分。那我想今天呢，我就先和各位做这个部分的分享啊。为何我们要抉择上师啊？选择一个师父啊？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师父的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师父对我们很重要啊。我曾经有一位居士，他告诉我说，我要找的师父呢，不是很有名的啊，不是名气很大的。那我问他说，那你想要的师父是什么样呢？他说，我的师父呢，一定要我电话一打通，他就会接我的电话。我有什么问题，我马上电话里就可以请教师父、请示师父啊。这是他的这个 case。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不一定啦啊。所以呢，再来呢，上师他的功德列举，在我们大乘经庄言论，它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啊。首先呢，它有10个功德啊。第一个功德是戒，第2个功德是定，第3个功德是慧啊。第4个功德呢，上师的功德一定要比弟子还要殊胜。第5种功德是精进，第6种的功德是他精通教法，第7个功德呢，他必须证悟实相。第8个功德呢，他必须善于说法啊。第9个功德，他需要有大悲心。第10个功德呢，是要教育弟子不厌倦的这种心态啊。这个广来说，他依止上师，你必须有界定的一个标准，这有10种标准，他必须要有这个10个功德。但是以现在末法来说呢，我们现在末法的众生呢，确实很多时候呢，福比较薄没有办法呢，能够找到有具足这种10种功德。但是呢，至少也要有具备3项功德
在这当中。那我在之后的这个视频呢，我再会一一的为各位在这个部分再去做一个详细的解说。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来和我一起来做这个部分的研讨。那也祝福大家，阿弥陀佛。